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讲些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大家介绍一下柴犬，然后分享一下我们养爱讲1年半以来的心得。那其实讲到柴犬呢，大家对柴犬的第一印象应该就是它们个性非常的固执。那因为这个个性呢，所以其实我当初非常排斥养柴犬。那你为什么想要选择柴犬？当初选择养柴犬，主要也是因为它们外形非常可爱，很像小狐狸一样。然后它们的个性相对也是比较独立，然后比较安静，所以蛮适合养在公寓的。再加上它的体型大小也蛮适中的，所以就想要养柴犬。那也来帮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柴犬吧。柴犬本来是培育用来打猎的，主要是来捕猎这种小型动物，比如说鸟类啊、兔子，但甚至有时候是野猪也会。然后它们因为常常在这种矮木丛中，也就是柴中间这样穿梭，所以它叫柴犬。那它是日本最古老的6种犬种之一。国家地理频道呢，也把它列为说它是目前基因和狼最接近的犬种。那它的外形呢，大家可以看到，除了有这个很明显的尖耳还有卷尾以外，它们毛的颜色有4种颜色，主要就有红色、黑色，然后芝麻色还有白色。那红色是属于显性基因，所以红色的话，它就是会数量比较多，比较最常见的就是红色。那它是属于中小型的狗。那它比较特别的地方是，它的公狗跟母狗的大小会不一样。一般公狗会比较大，那公狗的话体重的话，差不多可能是8到10公斤。那母狗的话会比较小，大概7到9公斤。那像我们家来讲，它就是9公斤左右。那它这个毛皮呢，它有一个特色是它是双层的毛皮，主要是用来防御就是寒冷，所以一般柴犬是非常非常耐寒的小狗。柴犬的话，它们还有一个特色，它们会换毛。他们1年会换2次毛，主要就是春天和秋天各1次这样子。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每次换毛，爱讲啦，他每次换毛大概都会为期6个月。对，就是一直都在换毛。对，1年它都蛮会掉毛。当然说春秋天可能会掉的最明显所以大家如果想养柴犬的话，要做好心理准备，就是其实它的毛是掉的还蛮多的这样子。对，然后除此之外的话，其实柴犬它本身自己就很爱干净，比如说你到外面去遛它的时候，它会自己避开这些水洼这种比较脏的地方，它也不想去踩。那它因为身上毛皮有特殊油脂的关系，这些脏物也不容易就是会粘上去，所以其实它有时候东西甩一甩啊就会掉了。那也不用太常帮它洗澡，因为你太常帮它洗澡的话，其实把它身上油脂洗掉反而是对它不好的。对，像爱讲的话，它1年大概洗3次澡而已，但是它就几乎没什么味道。个性的话，其实柴犬大家最著名就是它们很固执的一个个性嘛。其实它们固执的个性的话，会造成训练是一个很大的挑战，所以你要训练它的话，你必须要很有耐心，对，然后要很坚持你的原则这样子。所以就是一旦你决定好什么事情它可以做，什么事情不行做的时候，你就要很坚持去执行它，绝对不能说偶尔一次让它去做。对，而且也是因为这固执的个性，所以很多训练师会建议说，如果你没有养过狗的经验，完全不建议以柴犬当做你第一只狗，因为你最后可能会被这只柴犬给训练，这是大家要注意的地方。那另外它还有特色就是它大胆，然后独立又警戒。但其实我觉得爱讲，就可能一般的柴犬可能蛮大胆，但爱讲其实是一只非常胆小的狗，对，极为胆小，它对所有声音都很敏感，就没听过的声音它都很容易被吓到。所以我觉得可能还是要看每只狗狗的个性。那再来是它一个特色，它们很忠心，它们跟家人啊，它们非常非常的亲密，但相对来讲对陌生人就比较没有这么友善，所以有些人会解释成说这种狗不太友善。不过其实它是因为它们可以说是比较慢熟啦，这样子。对，其实我觉得就算是对主人，我们爱讲大概也是养了1年以后才觉得它跟我们关系比较亲密。对，所以要做好准备，就是可能要比较久，它才会跟你比较亲近。对，那柴犬还有一个很有名的特色是，它们非常非常的戏剧化，所以它们对于任何事情很容易大惊小怪，然后有时候就发出它们很有名的柴犬的尖叫声。像爱讲的话，有时候你走路啊，不小心轻轻踢到它一下，真的很轻，就没有怎么样，它也会就是在那边乱叫，就好像被虐待一样，非常的夸张。那今天差不多就是这样咯，我们最后来看看爱讲很固执、死都不走的影片吧。下次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Let's go. Hey John, let's go. Come on. Let's go. Come on, let's go. Hey John, let's go. Come on.
主要是用来打猎这些兔子啊，或是鸟类这种小型动物，甚至有时候是野猪。这么大，